上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绍了防洪系统在淹水灾害下面的冲击评估，而我们完成冲击评估之后，就可以去思考可以进行哪些调制策略，避免或者减少灾害所带来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透过下一支影片带大家认识政府目前主要的调制策略有哪些。在调制策略早期，我们工程界是基于人定胜天、经济发展优先的情况下，使用工程的方法去解决所有的灾害。但是自然的威力是无限的，所以呢，工程是无法解决所有的危害。以淹水来讲，我们现在的思维是与水共生。除了工程的方法之外，我们还有非工程的措施。非工程的措施主要是在于，当我们的危害度超过工程的承受的时候，我们用软体的方法去面对危害。这方面的观念就类似于，当我有一个盾牌，但发现盾牌无法抵挡对方的剑的时候，那我总是可以去闪避对方的剑，我的硬体就是我的盾。当我的盾无法继续使用的时候，那我的软体就是做逃跑的动作，以此规避危害的风险。因此，在风险的概念，我们在面对灾害的冲击的时候，有可接受风险的上限及可以承受风险，及最后我们可以承受风险的极限。那我们要调试的就是把我们可以承受风险的上限去把它拉高，这样子我们在面临更强大的危害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继续的生存下去。在调制策略评估指标，目前我们在教材里面提到的是这8个指标，其中所谓的不后悔性、可逆性、最低环境冲击这些指标，其实可以对应到 IPCC AR6 最新风险的定义，就是人类对于气候变迁回应的调制策略。那这方面主要是因为我们不确定我们新的调制策略的方法或者工程对于未来是否会增加风险，所以我们要去评估我们这个调制策略它是否可以让我们后悔，是否可以产生可逆性，并且对环境的冲击是最低的。因为我们要在整个生态的永续及我们人类的发展去取得一个平衡，我们也会考虑了所谓的成本效益、公平性、可达成性及有效性。那这是最基本的调制策略的评估指标，其他的指标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其他的学者的文献。在那么多的指标情况下，我们就要去评估我们每一个调制策略在每一个标准下是否是比较适合来执行的。因此我们可以透过多准则评估方法来进行评估。那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有3个方案，那以准则 A 来讲，我们要考虑的方案在准则 A 的下面分别为甲、乙、丙。那在横的方面，甲方案与甲方案是不用比较的，跟乙方案比较，如果准则 A 甲方案是比较好的，那就是得分1分。跟丙方案比较，如果丙方案比较好，那甲方案就是得分0分，所以最后的得分为1分。那以乙方案来讲，它跟甲方案及丙方案来相比都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它最后得分是0分。而丙方案比甲方案以及乙方案还要好，所以各得1分之后总分为2分。以此类推，我们去评估所有的准则之后，我们就可以得一个总表。在甲方案，假设我们在准则 A 获得1分，准则 B 获得2分，那以此类推之后，在5个准则评估下，总共获得6分，而乙方案是4分，丙方案为5分，那我们就可以去认定说，在这个评估标准下，甲方案是比较适合来作为我们的调制策略去执行的。那接下来是跟大家介绍目前台湾政府对于调制策略的策略方法。在防洪治水策略这边，水利署总共有3个主要策略，分别为传统的工程治水、土地措施及水道管理。那其中包含了水利署在前几年进行修法的出流管制及径流分担。而所谓的出流管制及径流分担，是对于土地措施，我们去减少土地径流流出的量，及分担更多的径流量，去减少河川的负荷。而在径流分担及出流管制这里，主要针对的义务人是不一样的。例如径流分担主要为政府部门，也就是政府部门透过所谓的公共设施去负荷更多的径流量，减少淹水的危害度。出流管制则是私人开发单位，因为我们土地透过开发之后，原本可以滞留在土地的雨量就会流出到别的地方，为了减少原本在这个土地的流量流到别的地方，它要去进行其他可以滞留雨量的设施，例如说滞洪池，或者去
保留更多的绿地。大家可以看到比较常见的措施包含公园绿地、道路排洪、公设间滞洪池、低冲击开发这几个方案。以径流分担来讲，平时可以作为公园绿地，大家平日假日休闲的好去处，但是在洪水来临的时候，则可以作为滞洪池去接纳多余的雨量，减少雨量流向河川的体积，避免河川因为负荷太多的流量而造成易淹水。而在出流管制这边，主要在于我们在开发前的时候都是为绿地，绿地可以蓄留更多的雨量，在那块同样的土地，它所产生的出流的径流量就会比较少，但是开发之后会变成混凝土，大部分的雨量就会顺着我们的人工建设的下水道输入到河川中，因此就会造成我们开发后的洪峰流量高于之前开发前的洪峰流量。出流管制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的时候需要去增设更多的减洪措施，包含的滞洪池或者水利署今年在推的水铺满，也就是蓄留雨水，或者保留更多的绿地，使我们开发后的洪峰流量可以跟开发前的洪峰流量保持一致或者更低。水利署这个立法的效益在于未实施前，当发生灾害的时候，因为没有出流管制，所以大部分的雨水就会流向别的地方，政府没有所谓的径流分担，所以雨水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所以就会造成很多的住家或者工厂或者商业区淹水。当我们实施径流分担及出流管制之后，我们预想的目标是雨水下降的时候，原本的开发区它就先截留一部分的雨水，而其他没有截留的雨水则到了政府的径流分担的公共区域，例如说滞洪池或者公园等，这样子我们居住的地区或者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商业区及工业区就不会发生淹水。除此之外，我们在工程界也有新的思维。早期我们为了让更多的雨水快速的流向河川排入海中，因此我们的河川会进行所谓的截弯取直。近年来，为了让更多的雨水逐渐的进入河川，而不会一次太过于大量的雨水进入河川，我们进行了环地雨河，所以增加了所谓的洪水平原。一般都市最常见的就是淡水河的河滨公园、高屏溪的河滨公园都是属于洪水平原。那洪水平原在平日及假日可以作为我们民众运动休闲的好地方。那当洪水来临的时候，就可以蓄留洪水，使洪水不会溢淹到我们的住宅区或者经济发展的区域。很多个调制策略结合起来之后，就会发展出所谓的海绵城市传统的思维，把大部分的雨水快速的排入河川中，流入海中。但是当你排入的雨水太多，尤其是气候变迁之后，我们的降雨强度增加了，每个小时增加的雨量更多，造成河川也无法容纳这么多雨水的时候，我们反而变成要去调整我们的思维，改为将更多的雨水透过渗透及蓄流的方式截留在原本的区域，那再透过时间慢慢的逐渐的排放到河川中，再排入海中。我们现在的思维变成是雨水共存。以台北市的海绵城市为例，总共有3个愿景：韧性水调试、永续水利用及友善水环境。总共有6个目标及各个推动策略。因此我们在海绵城市的观念下，我们跟水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共存的。我们要利用水，并且跟水共存，透过水去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以上的调制策略都是属于工程方案。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我们现在除了工程方案之外，也有所谓的软体措施，那就是所谓的预警，包含现在政府透过 LINE、FB 甚至其他独立发展的 APP 随时的发布灾害讯息，包含地震讯息、台风讯息等等这一些。这是国家灾害反救科技中心所发展的 APP， 总共包含了25个灾害项目，大家可以进行注册之后选择自己的使用地点。那当部会接收到灾害的预警的时候，各位就可以接到灾害的讯息，而去积极避难或者应对的措施。基于前面的措施，这边就要跟各位介绍我们预警的定义，包含在淹水方面，我们有一般市区淹水的警戒分级及河川的警戒水位分级。一般都市区域的警戒分级分为2级。2级是当它发出警报的时候，该地区如果持续降水，则可能在3小时内开始淹水。1级警戒如果发布的话，表示该区域已经开始积淹水了。河川警戒则分为3级。3级警戒水位发布时，表示河川水位2小时之内可能会到达所谓的洪水平原。2级警戒水位表示河川水位5小时内
可能会到达堤防的堤点。那当它水位超过堤防的堤顶的时候，就会产生溢淹。这个时候，堤防外的居民就要考虑是否要做撤离的动作。而当发布一级警戒的时候，就表示河川的水位在2小时内会到达堤顶。这个时候，堤防外的居民就可能会被强制撤离。而在坡地的方面，土石流警戒也分为2级。在2级警戒，表示该区域预测的雨量已经大于土石流的警戒值。表示当实际雨量到达了预测雨量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土石流，所以这个时候政府会发布2级警戒，并且劝告居民进行疏散。而当1级警戒的时候，是表示实际的降雨已经超过土石流的警戒值，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土石流灾害。这个时候，政府除了发布警戒之外，也会进行强制的撤离。在土石流方面，特别跟大家说明，从警戒的定义来讲，大家就可以发现，其实土石流的发生与降雨量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它也是在属于气候变迁灾害领域下的其中一个类别。以上就是防洪系统调制策略的说明，谢谢大家。